Hello， 大家好，今集嘅題目係學生簽證失敗至成功之路。1年之後，Coach 為大家跟進去年一位 DSE 畢業生學簽被拒絕之後，佢再接再厲，從頭申請獲得成功。究竟喺呢一年發生咗啲咩呢？ Coach 喺徵詢過當事人同意之後，為你做一個判點，有得有失之餘，究竟值唔值得呢？歡迎你收睇到最後，然之後發表你嘅意見。故事嘅主人翁呢，本來純粹係為咗作為學生去加拿大求學嘅，一切按照規定誠實咁申報就萬無一失啦。點知始料不及，並非你想象中咁順利能夠達到嘅。喺上一集呢，講解咗個中細節嘅弱點同埋失敗嘅原因。申請人結果係喺2021年6月份取得學生簽證，大家可以重溫下嗰一集學生簽證失敗至成功之路，有好多好仔細嘅參考資料。如果你仲未訂閱 Coach 教育頻道嘅話，請你而家就撳下個鐘啦，咁樣先可以第一時間收到我哋最新嘅資訊，就唔會錯過 Coach 去優質嘅製作同埋專業分析啦。希望你以行動支持 Coach， 建設性留言分享俾有需要嘅朋友，多謝你嘅支持。今集為你介紹嘅係一個奇妙嘅旅程，喺你人生之中最艱難嘅時候，往往都係最寶貴嘅階段。如果你能夠有耐力去堅持繼續向前，呢啲艱難嘅時刻就會造就咗一個更加堅強、更加成功嘅你。不如我哋重溫一下時序啊！喺2020年10月，呢一位 DSE 學生係被 Niagara College 取錄咗，準備修讀 Business Administration。2020年11月，學生簽證失敗。當時呢係正值全球疫情最嚴重，亦都未有疫苗面世，各國嘅感染同埋死亡人數激增。咁基於當時嘅客觀條件，似乎唔容許申請人睇到有咩出路同埋希望。佢嘅媽媽即係 Coach 嘅舊學生呢，表示佢哋會放棄，唔再申請啦。到咗2021年初呢，疫苗面世， Coach 主動建議佢哋再次嘗試，重新檢視所有嘅弱點，由頭行一次呢條路。佢喺2021年4月被 Centennial College 取錄咗㗎。2021年6月，學生簽證就成功批核。總括嚟講，呢個個案係由頭做咗2次嘅 college application， 亦都做咗2次嘅 study permit applications。呢個個案之中呢，係自從2020年直至到2021年呢，中間有一個嘅冷靜期嘅，係一個好似冇咩選擇嘅困局。咁雖然喺疫情期間，但係呢位乖乖女呢，依然有積極揾工作。係一個冇社會經驗嘅中學生呢，喺疫情期間呢，揾到工作係談何容易啦。咁佢呢個無奈嘅困局呢，其實係造就咗佢成功嘅關鍵。喺佢職業路向之後，佢定下咗目標，儲備咗一啲相關嘅工作經驗，能夠支持咗佢嘅 study plan 理據嘅推薦信。喺呢個冷靜期過後呢，重新出發，由頭做一次嘅規劃。咁因為之前一次呢 Coach 係冇參與嘅，咁今次研究佢嘅興趣同埋職業路向。咁基於申請人表示曾經呢去過幼稚園嗰度接觸過啲小朋友，覺得佢哋好可愛，好中意同佢哋相處。咁 Coach 就幫佢選定咗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啦。因為原本佢所希望就讀嘅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呢，就好難有說服力，點解唔喺原居地去就讀㗎。另外從頭做嘅呢，就係一次篩選學校同埋課程嘅工作。咁呢，上一次呢，佢係選擇咗學校而喺其中揾課程嘅。今次 Coach 認為呢個係一個失敗嘅原因，所以就要佢先揀課程後揀學校。喺職業準備方面，由於申請人呢已經具備些微嘅工作經驗啦，雖然係短短嘅 part time 工作，但係呢喺疫情期間呢，呢個得來並不容易噶。有咗2份工作經驗呢，就可以證明到佢呢讀書嘅目標係經過認真考慮，而且得到2份僱主嘅推薦信，大大提升咗佢可以證明自己升學嘅決心，同埋課程係對準一個清晰長遠嘅職業路向嘅。整體而言呢，佢嘅 letter of explanation 呢係包括咗3方面嘅改善。第一個就係嗰個讀書計劃 study plan 係有清晰嘅理據。跟住佢嘅證據方面呢，今次有工作經驗同埋2封僱主嘅推薦信。第三，喺經濟方面呢，佢係有更充足嘅文件，同埋呢亦都將金額係提升咗1倍嘅。
喺2021年呢，佢就 hit the jackpot 啦。除咗學簽申請成功之外呢，亦都係就惠到剛剛加拿大移民批出嘅一個永居嘅方案 Stream A。咁真係一箭雙雕。接住落嚟就係1年嘅喺加拿大讀書嘅時間。喺呢1年裏邊呢，並唔係容易噶，因為完全係網上學習，缺乏咗正常嘅校園生活同埋同同學之間嘅互動機會。Coach 準備呢一集嘅時候呢，曾經呢就建議佢俾一啲學校嘅相俾我啦。可惜佢嘅回答呢就係話總係留喺宿舍度上課，根本呢就冇咩校園嘅照片可以分享嘅。而家大家見到嘅呢，就係佢提供俾我嘅一啲嘅生活照啦。咁呢個就係佢宿舍廚房啊，生活空間咁樣啦。幸好呢 Progress 嘅 Residence 啊，就係起咗幾年嘅啫，所以好新淨，設施都好好。大家睇到右上角呢個菜心豬扒呢，就係當事人嘅傑作，超水準啦。喺冬天雪季來臨之前呢，我都會 check 下年紀較為輕初到加拿大嘅學生係咪準備好過冬嘅衣物嘅。咁當事人俾我發覺呢，原來佢只有香港帶嚟嘅普通羽絨。咁試問可以喺10度穿着嘅羽絨褸，係唔係能夠應付到-30度嘅嚴寒天氣呢？係相差咗40度。結果呢，好彩趕得住呢，喺多倫多嘅嗰場大雪嚟之前，準備好適當嘅衣物去迎接。咁呢個就係佢俾我嘅冬天日落美景啦。咁暴風雪嘅麻煩呢，就亦都有冬日美景良辰，即係話又好又唔好，你即係有辣有唔辣啦。喺呢1年，相信佢遇到唔少困難，其中一個就係居住嘅宿舍竟然同佢被編到去上課嘅校園相距呢係超過1小時嘅車程㗎。咁結果我都係鼓勵佢據理力爭，最後可以回歸自己嘅宿舍嘅校園上課啦。所以任何困難都需要堅持去爭取，唔好容易放棄同埋就範啦。最驚嚇嘅就係佢被驗出有肺病。Coach 知道之後失眠咗幾日，雖然佢係完全冇病徵，但係點會檢測呈陽性嘅呢？我真係諗過好多嘅可能性同埋好多影響，擔心佢健康冇辦法完成學業。幸好有驚無險喺復檢嘅時候鑑定為陰性，結果係虛驚一場噶。外國獨自生活，尤其是係第1年呢，已經遇到疫情呢，係完全冇正常嘅學校生活，實在係好遺憾。不過呢個係全球性嘅影響，係冇辦法避免嘅人類災劫啦。可能呢，最大嘅收穫就係友誼，幸好有位韓國籍嘅 roommate 相處都相當融洽。咁我哋最中意就係食嘢噶啦。到最後呢，想同大家分享當事人喺呢1年裏邊最大嘅收穫。咁當然作為一位學生啊，最重要呢嘅收穫就係學業上邊啦。記得上一集呢 Coach 介紹當事人呢係一位乖乖女，但係成績就真係認真普通啦。可能大家都會明白我所指嘅普通。老實講呢，就係即係話如果留喺香港升學嘅話呢，就唔能夠抱有太大嘅期望或者發展。大家一定好奇啦，咁樣究竟佢今年嘅成績如何啊？得到當事人同意之後呢，就分享佢呢個真實頂級嘅成績表，係Straight A's。 心腸壞嘅人就話點會咁容易啊？冇信心嘅人就話實在係太難啦。無論如何，呢個都係一個振奮人心嘅喜劇收場，當中嘅努力呢，係令人興奮同埋敬佩嘅。咁你睇下，全部都係 A 或者 A+ 嘅成績嘅。Stream A 嘅路佢已經行咗一半啦。我想借用作教嘅一句，成功同埋充實嘅生活有5個重點。永遠唔好停止夢想，永遠唔好停止信念，唔好放棄，唔好停止嘗試，同埋唔好停止學習。或者你覺得談何容易啊？呢啲咁嘅講法都冇乜特別啦，嗬。Coach 建議大家可以嘗試反過嚟讀，睇下4周生活得唔快樂同埋感到失敗嘅人，佢哋或許有以下嘅特點：冇夢想、冇信念、放棄、唔願意嘗試同埋停止學習嘅。咁呢個可以話係一個循環嘅因果，即係話雞同埋雞蛋嘅問題啊 ，Chicken or egg， 究竟有雞先，抑或有雞蛋先呢？究竟係因為佢哋冇夢想、信念、放棄、唔嘗試同埋停止學習，佢哋先至會生活得唔快樂，感到失敗，
抑或佢哋本身係一個唔開心嘅人，所以佢哋冇呢啲嘅正向嘅思維同埋嘅行動呢？你有可能話 Coach 你講就容易啦，咁我可以話俾大家聽咧，呢一種嘅 reset、realign 同埋 restart 嘅痛苦經歷呢，我親身係做過3次嘅，所以我可以好理直氣壯咁同大家講，你哋要加油啊！有需要可以聯絡我啦。如果你仲未訂閱 Coach 教育頻道，請你而家就撳下呢個鐘，咁先可以第一時間接收到我哋最新嘅資訊，就唔會錯過 Coach 優質嘅製作同埋專業分析啦。希望你以行動支持 Coach， 建設性留言俾 like， 分享俾有需要嘅朋友，多謝你。